女人逃离喧嚣的城市，独自来到深山，打造属于自己的田园生活。面对财富和自由的抉择，今年刚满20岁没多少年的丽娜，还是毫不犹豫地踏进了这片丛林。命运也从这一刻开始慢慢改变。穿过一片茂密的树林，丽娜来到较为开阔的谷地，思量片刻后，决定选址此处作为农庄的基地。庇护所的搭建依然是首要任务，用柴刀清理掉搭建范围的杂草。接着便是锄头疯狂的输出，瘦弱的身体始终有颗不服输的心。经过数小时的努力，一块10几平的地面便被平整出来，用尺子测量出合适的位置，接着用洛阳铲在标记的位置挖出50公分左右的孔洞。看似简单的操作，实则考验的是耐心和体力。接着来到附近，对着陈年毛竹一顿问候。为了加快速度，丽娜也是冒险秀了一波轻功。由于道路的曲折，不得不将毛竹分割成4米左右，并在一端砍出孔洞，穿上绳子方便运输。接着便是顺着河道强拉硬拽，再一根根扛到基地。经过丽娜的蚂蚁搬家方式，终于收集起框架所需的材料。因为是长期的居住，丽娜对每一个细节都争取做到最好。逐个修去底部不平整的部分，在中间和顶部各开出一个长方形孔洞，顶部末端还切割出卡槽的位置，逐一的放进挖好的孔洞。接着将方木穿过中间孔洞与3根毛竹连接，薅来一些手臂粗的毛竹放在方木上支撑。身轻如燕的丽娜开始将顶部的方木连接好，开动前都经过仔细的测量，这也给下一步的穿入方木节省了时间。大致的2侧框架搭建好，便开始对立柱的孔洞掩埋捶打结实。接着将年轻的毛竹分割出统一长度，全部倾斜的靠在2层的横梁之上，再爬上1层横梁，将毛竹送到2层的横梁。艺高人胆大的丽娜毫不胆怯地登上了2层的房顶，将毛竹放入顶部的卡槽，用作屋顶的龙骨支撑。接着将年轻的毛竹拆分成均匀的竹片，修去凸起的竹节和毛刺。接着将竹片放在1层的横梁上，再传递到2层屋顶，利用毛竹的韧性交叉相互制约，大致形成屋顶的骨架。接着在屋顶的横向固定好长竹片，经过扎钢筋的方式牢牢地固定好屋顶。看则简单，长时间的屋顶忙碌，实则每一步都是对生命的敬畏，一不小心就是剧终。好在丽娜凭借身轻胆大加上过硬的八字，稳稳地拿下建造一姐头衔。今天开始将屋顶和墙面搭建完善，随处可见的棕榈叶无疑是替代房顶瓦片的绝佳材料。这又是多少80后小时候手中的扇子，在这里完全是免费的，只需你有力气便可以大量收集来使用。将棕榈叶1分为2，会更加的精细覆盖屋顶。利用竹竿将棕榈叶传送到屋顶后，丽娜熟练地爬上了房顶，接着只需要逐个的重叠覆盖压实，重复不断的如此操作，屋顶就被覆盖得严严实实。为了美观和雨水的均匀滴落，四周用柴刀修齐。2层的墙面和地面还需要大量的竹子，这又是非常考验体力的时刻。将放倒的竹子沿中间1分为2，修去凸起的竹节和毛刺，直接用绳子强行拖回庇护所。接着测量好需要的长度，用手锯分割好长度，依次的平铺在2层的地面。立柱的旁边镶嵌细的毛竹方便固定墙面。测量出宽度后，便将年轻的毛竹分割捶打成竹片，通过交叉编织成大的竹细状，固定在细毛竹上。同样的方法将3面墙体全部制作好后，正面的墙体则需要预留出门窗的位置，然后用铁钉逐个的将竹片固定在墙面，最后根据门框的尺寸制作出一个竹门即可。转眼来到第2天，丽娜先是测量出走廊的长度，接着上下穿入2根整的毛竹，中间再用竹片镶嵌。为了更加的牢固，还多加了1根横梁，用铁钉固定。小别墅的气质瞬间就提升了一个档次。接着开始搭建1层墙面，照着2层的思路，先用细毛竹围绕立柱固定，接着来到竹林就是一顿输出，砍上几10根毛竹，便老牛拉车般开始往回拖。虽然过程很辛苦，但每一步的坚持都是离成功又近了一步。同样的操作方法，分割捶打成竹片，编制固定在墙面。不一会功夫，1层的墙面竹门都搭建好了。既然是2层小别墅，楼梯也必须安排上。在竹屋的侧面平整好楼梯的位置，挖出4个孔洞，埋入4根粗壮的毛竹，用作中短平台。接着在2根毛竹相同位置开出10几个孔洞，做出2个竹梯形状，一个倾斜固定在2层的走廊和平台之间，一个从地面与平台连接。2层梯子旁边再简单的用竹子固定出扶手，梯子的搭建就完成了。丽娜亲测还是比较满意。接着在门前画出2条长线，用铁锹沿着画线的位置慢慢的挖出一个2级台阶，用泥浆抹平表面后，再利用竹片捶打固定台阶侧面。经过3天的努力，终于把2层小别墅搭建完成了，也算在这片丛林有了立身之地。女人厌倦了城市喧嚣的生活，便独自来到深山打造自己的田园。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已经搭建好2层漂亮竹屋。为了以后生活得更加方便，今天还需要在旁边再搭建出淋浴房和吃饭的房间，用柴刀清理掉较大的杂草，接着挥动锄头无限输出。为了尽快将农庄雏形搭建出来，丽娜也是丝毫不敢懈怠。
瘦弱的身体在与命运的抗争中迸发出无限的力量和可能。尽管烈日将皮肤晒得黝黑，也并没有能阻止丽娜征服这片丛林的决心。在平整完10几平方的地块后，又来到老地方，将陈年老竹一根根的拖回竹屋，顺着河流只能拖到竹屋的附近，还需扛着走上一段距离，凭借着一颗不服输的心，一次次的重复奔跑。终于收集完需要搭建框架的材料，这次要搭建和旁边一样的2层竹屋，一层用来淋浴冲洗，2层暂时用来吃饭，后期可以随时改动。既然思路和经验已经有了，搭建起来也非常的快。先把几根立柱挖好孔洞卡槽，埋入地面孔洞后，接着用方木横穿1层立柱的孔洞支撑，再在1层横梁上放上毛竹充当脚手架支撑，接着穿入2层横梁。搭建经验越来越丰富的丽娜，对尺寸的把握追求的越来越精准，每个榫卯结构都卡得稳稳当当，即使不经过捆扎也不会脱落。接着将2层屋顶的毛竹传送到位后，一个闪身便爬上了2层房顶。这波操作就连非洲开卡车的奥德彪都不敢尝试。将毛竹与立柱卡槽完美贴合后，1秒闪现来到地面表演手撕毛竹，均匀分割成竹片后简单修去毛刺，运送到2层的房顶，通过细竹片的编织将粗的竹片交叉相互制约，形成屋顶的支撑龙骨。接着就是重复的捆扎横向的竹片形成网格屋顶。屋顶的防雨覆盖材料依然选用硕大的棕榈叶，只需来回的搬运即可实现。无奈着实有点费腿，不过对于丽娜目前来说这都不是事，只要是免费的就是最好的。将棕榈叶一分为2后，用竹竿将棕榈叶挑上屋顶，接着就是重复的叠加覆盖相互扣压，久久81分钟后，屋顶就已完全覆盖。顶部再用2根粗毛竹捆绑压实。屋顶搭建完毕后，又继续对着年轻毛竹下手，柴刀所到之处竹子便应声倒下，不一会功夫就砍来几十根竹子。根据测量的长度分割好毛竹，均匀的放在横梁上用于2层的地面龙骨，接着将分割好的宽大竹片直接铺在龙骨上当做2层的地面。在搭建2层墙面之前，还需要增加一些立柱和地面的框架支撑。2层墙面依然选择竹片编织成竹席捆绑在立柱上，只是在顶部留出一些视野空间，方便通风观察室外情况。走廊护栏也是照着隔壁竹屋样式打造。最后再制作好一扇造型独特的竹门。丽娜忙碌一天的工作也结束了。如果把你放在这样的环境，你能否搭建出这样的庇护所呢？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女人，正在一步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，打造属于自己的田园生活。尤其是在搭建方面，堪称丛林版鲁班，仅靠一把柴刀便将2栋连排精致竹屋别墅搭建完成。今天丽娜要先将楼梯连接起来，将2根毛竹挖出孔洞做成竹梯形状，接着放在走廊和平台之间固定好，完美的诠释了什么是一梯2户。为了上下楼安全，护栏扶手自然也是标配。量好尺寸便开始分割毛竹，护栏的制作依然采用竹梯形状，只需侧着固定好即可。丽娜努力把每个细节都做到极致，我们直接看成品还是非常的高大上的。楼梯搭建完成后，来到1楼地面开始测量标记位置，接着拿来铁锹开始奋力刨挖。丽娜并不是在挖地下室，而是挖出一个排水坑。为了防止水流冲刷旁边的地基，还需在内侧周围均匀的锤入竹片固定。找来2根长木放在水坑2侧，再将切割好的毛竹均匀的铺在长木上，接着用毛竹沿着立柱4周加以固定支撑。墙面的搭建依然是毛竹捶打成竹片，再编织成竹席捆绑在立柱上，再用立柱和竹席在中间制作出分割墙。这样左边是洗澡房间，右边则是开放式的洗手洗菜的地方。随着竹门的制作好，2栋连排竹屋就已经搭建完毕了。为了防止雨水将门前地基泥土冲走，统一美观的踏步阶梯还需要用竹片锤入地面围挡。转眼来到第2天，阳光已经普照大地。丽娜今天要先将水源问题解决，快步来到附近的竹林，挑选出一些年轻笔直的毛竹，利用凿子将竹节处逐一贯穿，接着来到山坡上的一处水源，通过毛竹的不断串联，将山泉水引到了淋浴房。为了能2边同时出水，丽娜也是巧妙地利用粗毛竹的竹筒，错位开出3个孔，充当3通使用，效果也是非常实用。迫不及待地给身体来了个山泉水淋浴。接着来到2楼测量起临时灶台的位置，大白也非常好奇为啥不把灶台搭建在1楼，会更加的安全和方便。只见丽娜先是用竹片编织出灶台的大小，接着用方木连接出一个框架，这里还需要制作出盛装泥土的工具。对于满级的竹艺手工人来说，这都是小问题。只见丽娜熟练地剔出一些竹篾，通过竹篾的不断编织，很快便得到一个簸箕，将一些黄土一点点地运送到灶台的位置，再加入一些山泉水混合捶打结实，表面均匀涂抹后，找来3块石头做出3组鼎立形状，再来到河边收集一些光滑的石片，镶嵌在灶台的周围。做完灶台后，丽娜又开始霍霍起毛竹来，将分割好的毛竹修去表皮的稚嫩绿色，3根毛竹的相同位置开出孔洞，再用竹条连接出3角形状，用竹篾编织出不同形状的网格，固定在3个竹片之间，2面再用竹片固定围挡，一个精致的储物3脚架就制作好了。这成品直接惊呆了小编，还有什么是丽娜造不出来的呢？你肯定想不到，这么漂亮的竹篓，居然是眼前这个普通女孩徒手编织出来的。独居丛林的丽娜今天要淘一些山上的美味，到集市换取一些生活用品。对于一无所有的丽娜来说，
这将又是一项挑战。用于运送土产品的竹篓还需要先抓紧制作出来，不然去晚了集市就没人了。丽娜手提柴刀来到一处风水宝地，笔直中年的毛竹是编织竹篓的最佳材料，无论是韧性还是坚硬程度都恰到好处，将竹节处尽量的打磨平整，方便编织的同时也能保证美观耐用。接着就是常规的分割成大竹片，再精细分割成筷子粗细竹签状，用柴刀剔出表面的竹篾，通过交叉编制手法，尽量保持缝隙孔洞大小均匀，利用竹签加固定型竹篓的底座后，翻转一面开始编制竹篓的主体部分。注意这里需要一点点的放大竹篓的竹口，接着将竹口的圆形套入，用作收口的位置，将收口处的竹篾斜着穿过竹篓的主体，多余出来的竹篾保留在底部。每一根竹篾都需要如此操作，这样竹篓的主体部分不仅严丝合缝，又美观大气。竹篓的底部竹篾则需要缠绕固定，编织出四周凸起的口字形状，这样在使用中更好的保护底部不会磨损，放在地面受力更加的均衡平稳。有住在山区的朋友可以尝试编织试试。丽娜接着便背上竹篓开始上山收集土特产，穿过溪流爬上陡峭的山坡。这种野生的毛芋虽然个头不大，但绵软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在当地还是非常受欢迎的，最主要的是价格也非常的便宜，不过多收集一些也能卖点钱。面对大自然的馈赠，丽娜并没有照单全收，而是只挖取了一部分。丽娜想多收集一些其他品种，看看市场上哪种产品卖得比较好，回来再进行大面积种植。这种叶子类似竹叶的植物便是生姜，徒手就可以连根拔起。生姜的个头也不是很大，却是家家炒菜都不可缺少的佐料，特别是野生较小的生姜备受菜市场大妈的热爱。生姜的辛辣度也比大块的要浓烈。收集好几斤生姜后，又开始摘取这种类似佛手瓜的甜瓜，摘上7、8根就已经快装满了竹篓。这种陡峭的半山腰地带隐藏的植物石藤也是一种药材，用它熬汤煮茶，可有效的缓解风湿。丛林生存不小心的擦伤外伤，用它涂在表面可以止痛解毒。平时很难遇到，所以今天也采摘一些。背着满满一竹篓土特产下山确实很困难，好在一步步的顺利回到竹屋，将农产品倒在芭蕉叶上进行2次的筛选，再次的处理掉表面的泥土和杂质，只有保证清洁和卖相才能更快的销售出去。将生姜和甜瓜进行小包装分包，也是避免客户只挑选大的，造成小的卖不掉。太小的毛芋则放回屋里留着自己煮着吃。接着背上沉重的竹篓，踏上通往集市的山路，翻过一座山，淌过一条小河，经过紧赶慢赶，终于看到了水泥路。此时已临近正午，菜市场买菜的人并不多。在征求隔壁卖菜大姐同意后，便将自己带来的野生产品摆放整齐售卖。在等待一会后，终于有2个识货的大姐相中野生毛芋和生姜，一人买了一些。戴头盔的大姐也跟着买了些毛芋甜瓜。此时所剩不多的产品被蓝色 T 恤大姐买走了一半，最后一点甜瓜也被大叔买走，仅剩的一把石藤被穿着古驰的女孩一口价带走。周围商贩都投来羡慕的眼光，看来丽娜的产品还是非常受欢迎。赚来的钱还没捂热乎，便来到百货店挑选起生活品，最后选定了2个铝锅和几个碗。通过一番砍价，最后越南小哥88折勉强成交，还热心的帮助丽娜把锅碗放进竹篓。今天赚的钱已经全部花完，也没有过多的停留，迈开2米大长腿便原路往竹屋走去。辛苦了一天就换来2个锅几个碗，生活的不容易真实的发生在丽娜身上，也让丽娜变得更加坚强。我们又何尝不是另一个环境中的丽娜呢？希望大家都能像丽娜一样坚强，克服困难。让我们一起期待丽娜尽早把农庄扩大，实现自给自足的同时，也能赚到钱改善生活。从未见过这么强悍的女人，居然一个人跑到大山里，徒手搭建出2栋精致小别墅，高档的实木家具也必须亲手制作。只见丽娜扛来2节粗壮的毛竹，为了和豪华别墅颜色搭配，要先打磨掉粗糙嫩绿色的表皮，接着用鲁班传授的手法，在竹子2端凿出十字卡槽，接着将2根较短的方木十字交叉，嵌入竹筒的卡槽内当做底部的支撑，长一点的方木则嵌入顶部的卡槽，用来支撑桌面。看似简单的操作，每一步都是对细节的完美把控。将2端斜面的方木与十字形方木固定，同样的操作再来3次，便得到一个正方形的支撑框架。接着量好尺寸，分割出一些大小均匀的竹片，利用铁钉将均匀铺在框架上的竹片固定，用手比划出一个圆形，便开始用手锯切除圆形以外的竹片。为了达到跟地球一样圆，还必须用柴刀打磨一圈。现在的桌面太过普通，还必须雕琢出一些图案才能符合丽娜的气质。凭着2个月美术功底，开始打磨掉表面的绿色，完全不需要画线底图，一切全靠脑补画面。一番打磨后，4片嫩绿色叶子图案便出现在圆桌上。为了视觉效果达到3D 裸眼的效果，叶子内部再打磨出4片小叶子，瞬间档次就上去了。桌子有了，当然还得搭配一把椅子。转眼便薅来2根毛竹，根据大脑的记忆画面，分割出需要的长度，接着开始逐个的脱去嫩绿色外套，利用凿子将竹筒开出一些孔洞和卡槽。1刻钟之后，竹筒都已满身窟窿服服帖帖。接着开始组装环节，先组装出靠背部分，接着就是侧面椅腿和扶手，另一侧也是相同，中间再连接2根支撑的毛竹。组装好框架就瞬间有了泰式椅的感觉。接着分割出一面宽度的竹筒，
间隔的刮去表面绿色，分割成筷子粗细竹片后剔出表面竹篾，通过交叉拼花编织。这个椅面确实是椅子的点睛之笔，我见过的竹席都没有编得这么漂亮。完活抓紧搬到2楼珍藏起来，不得不佩服丽娜的动手能力。开局一把刀，装备全靠自己打，接着拿来一些细小的竹篾，又开始展示编织手法。只见竹篾那么弯几下便形成一个小竹篓的造型，经过一番眼花缭乱的编织，一个精致的小挎篓便完美收工。同样方法再编织一个小口的挎篓，转眼来到溪流，将挎篓放在石头旁边，通过翻动石块让小鱼跑进挎篓。反复10几次后，也只收集到一些小鱼小虾，勉强够凑合一顿的。洗净后放进新买的锅内，大火开始烹煮，防止煮丢了，还加入一些青菜。虽然目前条件有那么一点艰苦，好在丽娜也没有过多的挑剔，相信要不了多久，丽娜的农庄就会迎来转机。如今2栋竹屋已经搭建完成，相应的配套家具还没有制作好，这也让睡了几天地板的丽娜感觉腰酸背痛，决定今天先制作出一张精致的大床来保证睡眠质量。用到的材料依然是周围0元购的竹子，毛竹特有的韧性和多样的搭建方式，几乎可以满足野外搭建的任何需求。将分割好的毛竹表皮精细打磨成原木色，才能与豪华别墅的气质完美融合。接着开始根据脑海中的构思，用凿子在粗壮的毛竹上开出合适的圆孔，长度一样的2根为对称的一组，长一点的毛竹用作床头的两边支撑，短的则是床尾。每根粗毛竹的孔洞都开好后，便开始组装出框架造型。先用2根长毛竹与短的竹筒连接成床尾，接着用同样方法连接出床头。为了增加牢固性，床头用了3根横梁连接，用2米左右的长毛竹与床头床尾连接出床边，另一边也是同样操作。一张大床的框架就制作好了。为了更加的坚固美观，还必须对四周进行加固装饰。测量好床头床边的宽度，用手锯分割出相应长度的竹筒，间隔刮去表面的嫩绿色后，用柴刀拆分成均匀的竹片。为了彰显出民族风，丽娜用手锯将绿色位置特意刻出 X 符号，接着用铁钉固定在床头上方，间隔错位固定出拼花的效果。瞬间就散发出浓浓异域气息。同样的方法固定装饰好床尾，接着分割出一些长竹片，均匀的摆放在床边之上，用作床撑。在两侧床边位置用竹片夹住床撑，接着就是将两侧的床边也用拼花的竹片固定装饰。竹席的制作相对就简单粗暴多了，将粗壮的毛竹脱去绿色外套，捶打成宽大的竹片后，均匀的摆放在床撑之上便是竹席。这张纯手工精致竹床就制作好了，不仅外观看起来时尚大气，厚重的用料和榫卯结构也保证了晚上多人运动时不会发出异响。当我以为制作竹床已经是丽娜极限的时候，没想到就连枕头丽娜也打算自己制作。将一截普通的毛竹慢慢的打磨成带有一丝弧度后，上下两面接触头部的地方，用柴刀修出2个凹形的长方形孔洞，接着用精细的竹篾编织成席片，嵌入在孔洞上固定，便得到一个完美的竹席枕头。不得不佩服丽娜的手工活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，只有丽娜没见过的，还没有丽娜造不出来的。最后将竹床搬到2楼卧室组装好，能舒服的躺在亲手打造的竹床，美美的睡上一觉，辛苦一天也值得，彻底告别了睡地板的窘境。女人独居丛林，立志打造农庄。经过几天的努力，竹屋和家具相继搭建完成。然而目前农庄还不能自给自足，这也让3天饿9顿的丽娜不得不将养殖家禽的想法提前规划出来。现在回报快又省心的无疑是养鸡，鸡舍的搭建也成了今天首要任务。将门前的一块坡地杂草清理干净后，拿来锄头铁锹开始平整鸡舍的用地。在麒麟臂的加持下，一块平整的地面已服服帖帖。为了鸡舍能够搭建的工整漂亮，还必须先用尺子测量好长度和宽度，接着在规划的位置挖出鸡坑，扛来一些免费的毛竹，分割出4根立柱所需的长度后，顶端还需要用柴刀砍出卡槽，方便屋顶的搭建使用。将分割好的毛竹逐个的埋入鸡坑，捶打严实。为了方便通风和鸡粪的收集，丽娜又将一些短的竹筒埋入立柱内侧，用作悬空鸡舍的底座支撑。看似每一步简单的操作，实则都是经过无数次搭建总结出来的经验。接着摆上2根长毛竹作为横梁，横梁上均匀摆放竹片作为龙骨支撑。一些剩余较细的毛竹被分割成竹片后，错位交叉编织成大的竹席状，放在龙骨上用作鸡舍的底座踏步。屋顶的制作只需放上横梁龙骨固定出框架造型，再横向捆扎一些细竹片支撑，接着砍来一些棕榈叶交叉固定在屋顶龙骨上即可。四周围墙的搭建，丽娜选择在毛竹的2端贯穿出圆孔，通过穿插叠加重复向上累积，到达一定高度后，顶部用竹片覆盖固定。为了防止有食肉动物光临，还必须在4周用竹片加固。为了节省时间，丽娜还是用编织竹席的方法，制作出一些类似栅栏的竹排形状，放在鸡舍的3面进行捆绑加固。使用同样的编织方法，丽娜还贴心的制作一个坡度踏步，方便小鸡进出鸡舍。用来活动喂食的小院子也顺便搭建好。
从一块杂草的荒地到现在精致美观的鸡舍，不得不佩服丽娜丰富的搭建经验和动手能力。最后一步，制作好鸡舍和院子的大门。通过3个小时的忙碌，这个工整好看又实用的鸡舍就搭建好了。来不及吃午饭的丽娜，马不停蹄地前往集市买了一些成年土鸡，这样会直接产蛋，节省了一些等待的时间。这也花费了丽娜一笔不小的费用。在将10几只鸡放进笼子熟悉环境后，便拿来一些粮食喂食，增加亲密度。当然，遍地的小虫和嫩草也可以让鸡儿的产蛋率和体质得到增强。如果你还在抱怨生活的不如意，不妨看看独居丛林中的丽娜是如何在困境中生存。看完你一定会觉得原来生活并没有那么糟糕。新的一天来临，丽娜拿来一些稻谷，喂食昨天刚买来的小鸡。这些鸡几乎花光了丽娜本就不多的积蓄，所以要格外的精心照顾，在确保健康的同时能够尽早产蛋实现回报。眼前还需要尽快赚点收入来继续发展农庄，自己也需要添置一些衣物。丽娜一刻不敢耽误，背上竹篓便开始进山收集野生果蔬。刚下过雨的河流附近会有些迷路的大蜗牛，这也是当地非常受欢迎的食材，只需迈开腿仔细翻找，一会便收集了好几斤。接着顺着陡峭的山路向更高一点的山坡前进。这里由于地势险峻，很少有人踏足，较高的海拔造成昼夜温差较大，所产的果实也比普通的要甜很多。自然成熟的鳄鱼果已经散落满地，只需弯腰不断地捡拾到竹篓里即可。想获得更多的收入，还需要增加不同的品种，才能满足不同顾客的需求。由于热带丛林水果品种较多，这种类似葡萄串的白色果实，大白也叫不出名字。有知道名字的老铁，麻烦评论区科普一下。在路过柚子树，利用竹竿摘取几个。柚子在当地价格并不高，所以丽娜只象征性的摘了3、4个。反观这种野生木瓜花，可以用来煮茶，促进消化的同时缓解喉咙的不适。当地人也经常购买食用，价格也相对高一些。收集一些后，便来到前些天自己撒下蔬菜种的坡地。此时的蔬菜都已长势喜人，新鲜嫩绿无农药的蔬菜，放在任何市场无疑都是争相抢购的品种。采摘上一些大的菜叶，一会就装满整个竹篓。现在要抓紧回到竹屋，将产品重新筛选包装，全部摆放在地面后，鳄鱼果还需清洗一下表面的杂质，确保售卖品相。分包成若干个小包，方便小量选购的顾客购买。都逐个筛选分包后，便重新装回竹篓，迈开2米大长腿，沿着山路全速向集市走去。经过紧赶慢赶，已经快到正午才到达集市。此时旁边卖菜的大姐都好奇丽娜带来的山货产品，还没等丽娜将产品全部摆好，便开始挑选一些鳄鱼果和木瓜花。看样大姐还是了解这2样产品的神奇之处。随着人流的到来，丽娜也开始讲解水果的来源和营养价值，表示这些都是自己在大山深处亲自采摘，保证新鲜甘甜。一些顾客在品尝后毫不犹豫地掏兜购买。随着嘈杂的市场人流的不断来往，丽娜带来的产品也所剩不多，最后一些产品也被穿着时髦的大姐全部打包。旁边的菜贩又一次投来羡慕的眼神，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再一次的让丽娜体验了爆单的快乐。收摊后便准备犒劳一下自己，来到旁边卖橘子的小姐姐摊位挑选了一些橘子。感觉有点饿的丽娜又被现炸的麻饼香味吸引，准备买上2个解解馋垫垫肚子。在大口朵颐的同时，开心的和旁边老板闲聊了几句。吃完后，在路过服装摊前，丽娜想挑选一条宽大一点深色的牛仔裤，方便干活的同时也耐脏一些。买好裤子便不再过多停留，因为今天辛苦赚的钱已经所剩不多，自己还需要抓紧回到农庄研究如何增加收入。虽然今天的丽娜通过自己的努力并没有赚到很多钱，但面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值得我们大家学习。只要你还没有放弃努力，你就会离梦想越来越近。如果你是丽娜，你又能否坚持呢？女人背井离乡，独自来到山里打造农庄，一大早就开始忙碌起来。丽娜今天要继续扩大农庄的养殖，在鸡舍旁边再搭建一个鸭舍，这样就可以一起管理喂食。长大后的鸭子也将给农庄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。一想到以后能赚到钱改善生活，丽娜干活也有劲了。先将旁边不平整的地方用黄土填平处理好。早上的丛林并不是很热，这也让丽娜工作起来舒心多了。一会就平整好了一大块地方，根据鸡舍的位置在水平方向挖出搭建鸭舍的鸡坑。接着又到了霍毛竹的时候了，好在这附近毛竹的生长速度足够快，不然就被丽娜给薅光了。将腿粗的毛竹切割出立柱所需的长度后，顶端再分割出搭建遮雨屋顶的卡槽。因为是搭建悬空的鸭舍原因，这里还需要将立柱的上下位置挖出2个长方形孔洞，也就是鸭舍的顶部和底部位置。接着将立柱全部放入鸡坑后，利用方木穿入孔洞，固定出基础框架造型。
再将基坑里的立柱用土掩埋捶打结实。虽然此时天空已经飘起小雨，但也没能阻挡丽娜搭建的脚步。毕竟早一天养殖就早一天得到回报，丽娜还是懂得珍惜时间。测量好长度和宽度后，便将分割好的竹片利用铁钉先固定出底座。同样的方法再固定出四周围墙的墙壁，正面则预留出2个鸭子进出的小门位置。顶部的制作，丽娜选择通过编织竹片制作出活动的顶盖，这样就能很方便随时查看和清理鸭舍，方便鸭子进出的坡度踏步也必须安排上。遮雨的屋顶，丽娜直接用竹片正反相扣的方法，防雨的同时鸭舍的整体效果更加的统一协调。最后再将鸭舍的2个小门制作固定好。为了增加小鸭子的活动空间，丽娜用竹片制作出栅栏固定出一个小院子。随着院门的固定，一个精致的鸭舍已搭建完成。辛苦忙碌了一上午，看着成品还是非常的好看实用。丽娜一刻不停的又前往集市，来回2次买来了20几只半大的鸭子，这样可以更好的保证存活率。将鸭子都关进鸭舍后，丽娜还需要用竹筒固定一个鸭槽，方便给小鸭子喂食。接着端来一些稻谷放进食槽，看着埋头干饭的鸭子，丽娜还不忘增加了一个水槽。吃饱喝足的小鸭子又被丽娜赶出鸭舍，一路来到溪流中戏耍进食。这样放松惬意的一天真是令人向往。